这不是一座道观，也不是一座庙，而是一位老人曾经的家。这里位于湖南湘西金洛河村，有一位大爷将自己的房子建在100米高的悬崖之上，修房子的材料都是他徒手一点一点的运上去的，用了30年的时间，终于将自己的房子打造成世外桃源一般。这里出入艰难，生活更是不便。为什么他又要把家安在这陡峭的山顶之上？据了解，老人名叫石发荣，他一生未娶，孤身一人。有人说他看破了世俗，便择此高处与山云为伴。这一住就是几十年，但他并非只想避世那么简单，而是他心里怀揣着更大的梦。他想把自己的家乡打造成免费的景区，让来往游人可以免费赏玩。于是他亲手在山上修起数座凉亭，开辟步道，在山下建有数十座大大小小的梁桥，河岸旁还立起许多雕塑。他将孤独化作了对世界的馈赠。可惜的是，老人在前几年已经悄然离世。他一辈子清贫，却用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。他这样无私奉献的精神，让人十分敬佩。现在我就带着大家去他那房子里面参观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金乐河村。这个房子啊，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山峰之上。那现在呢，就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上去探访一下。对面这个塔呀，也是他修建的。在塔顶呢，还有一尊雕像。这尊雕像啊，有3张脸，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啊。而且他还在村里面大大小小修建了10几座桥。眼前这座风云桥呢，也是他修建的啊。在这里呢，还有一块牌匾，这上面呢写了一首诗啊。这首诗也是那位大爷写的啊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上面还有介绍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继续出发吧，到那个山上去看一下。哎，这里有2条路啊，不知道走哪一边了。我们先走右边吧，这里上山。你们看那个房子啊，就在我手指的那个山顶上。从我这里上去的话，垂直高度大约在100米左右啊。这个路还是比较好走啊，都是用石块铺的乡间小道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有人认识吗？这个东西我还真的没见过。这个上面长满了刺球，看到没有？有点像琉璃一样，红色的啊，非常的鲜艳。现在呢，我们正式踏入了上山的小路。这个小路呢，也是用石块铺的小道啊，还是比较好走。你们看，这田里面种的什么？这就是叫水菖蒲啊，这是一种名贵的药材。在这个半山里啊，还有一座小房子啊，这看起来像是一座寺庙啊。这一路上啊，都摆满了垃圾桶，希望上来玩的人啊，都不要乱丢垃圾，把垃圾啊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吧。哦，这里面是一座寺庙啊。这里面供奉了几尊佛像，这个呢是佛神，这个呢是庙神啊，中间这位，边上这个呢是财神啊。借此机会呢，都能让大家财源广进，日进斗金。那中间这位是哪个呢？不认识啊，他的胡须很长啊。这边应该是弥勒佛吧，看起来，他的肚子那么大，你们看。它整个佛像啊，都是用整根木头雕刻而成的，没有拼接啊。而且这个是木头啊，不是水泥啊，你们看，能看得到啊。这边这位呢，看起来像唐僧啊，应该是地藏菩萨吧。而且你们看这个板凳，这个板凳已经腐烂掉了啊，它这个厚度啊，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啊。说明这个地方以前的树还是很大的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继续上。
它这个上山的小路还是非常好走啊，打扫的干干净净。这个地方还有水滴下来啊，这个崖壁之上，你们看这个水应该是长年不断了，一直都有水啊，很好奇啊，这个山就这么高，这水到底是从何来的？这里还有一个秋千呢，固定在上面那个银壁之上的，上面还放了几个灯笼啊。这个东西有没有人认识的？这个东西啊，应该在农村大部分都认识啊。整座山上的路啊，还有他的房子啊，都是这位大爷啊一手的打造出来的。他的这种毅力啊，真的是让人有点佩服啊。而且你们看到没有，他这个上山的小路还是非常好走啊，这些石贴都修来非常的完整，不高不低啊，非常好走。说明这位大爷啊，也是一位很细心的人呢。这边呢有2条路啊，我们应该是要从这条石阶小路上去。两边的树木形成了一道完美的护栏，而且它这个地方还通水了，你们看，水管一直通到他的房子里面。他的房子呢就在我手指的方向啊，没多远了。这里还有2口提锅，你们看，被大爷完美的利用成花盆了，里面种了一些花花草草。这里就是垂直的悬崖绝壁，非常的陡啊。要是没有这些树木的话，这个地方看起来还是有点危险的。哎，这个地方还用石头做了一张桌子啊，非常的方正啊，这个桌子，你看，在这个桌子的中间呢，还有一个图案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就是一个棋盘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？这个的话，我小时候也玩过的，现在只是时间长了，有点看得不是很清楚了。这上面还雕刻了几个字啊，看不清楚了。这块石头是断了吗？还是拼接的？应该是断了啊！你看它这个断裂缝非常的整齐啊，应该以前的话是一块整的大石头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到它的门口了。这个呢是它的第1道门，而且它真正的房子呢还在上面啊。在它这个门上呢还有一副对联，这边是天上万星北斗明，这边呢有个地字啊，边上呢看不清楚了，被水泥盖住了。中间就是赤径楼，它这个地方叫赤径楼。这地上非常的干净平整，这个是大爷之前取暖用的木炭啊。你们看，上他的房子里面这条小路非常的窄小，大约只有几10公分了，而且非常的陡峭啊！你们看，几乎垂直90度了。不知道大爷当时是怎么上下山的啊？就我们年轻人走起来都比较费劲，他那么大年纪了，不知道是怎么上下山的啊。这个大门的上面呢，就相当于是一个天然的观景平台，从这里看下去，啥也看不到，看不出去啊，被这些茂密的树林给挡住了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慢慢的爬上去了，因为这个路啊是非常的陡啊。这个大爷还做了这个护栏啊，用这个钢管，用电焊接的，非常的牢固啊。我们拿着这个护栏还是很安全的。这个位置越来越陡了啊，这个位置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位置越来越陡了。从这个位置看下去，就知道它这个上山的小路是多么的陡峭，几乎垂直90度了。边上没有护栏的话，根本就很难上来。
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门口，走吧，我们现在到里面去看一下。这里有个房间呢，被锁起来了，应该是大爷之前的卧室吧。在这边呢，还有一个小道，这边过去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哦，这边就是大爷的厕所。你们看，哇，你们看，站在这里，看到下面，非常的壮观啊，非常的高啊，这里。现在我们到他楼上去看一下。这个就是大爷的最顶层了。这里呢有一个电饭锅，他平时是在这里做饭吃的啊。这里还有一个火盆，大爷呢天气冷的时候就坐在这里烤着这个火。你看他这个房子里面这些工具啊，都是摆放的非常的整齐。这里还有筷子啊，这个应该就是他的橱柜了。但是现在被锁起来了。这里还有一个稳压器吧，这个地方现在还是通了电的啊。在它这个中间呢，还供奉了3尊观音，下面这个雕像呢，顶着这个观音的平台。在后面呢，还有几本书啊，这个应该就是大爷平时看的书吧，给你们看一下。那现在我们到它这个外面看一下，这里呢有一张8边形的桌子，而且它这个板凳呢是圆形的，围着这个桌子一圈。这个柜子里面呢有很多的书籍啊，你们看，中间还摆放了一尊毛主席的雕像啊，而且这里面还有奖状啊，你们看，哦，王孟飞同志什么优秀奖啊。啊，这里面有马蜂哎，你们看，好多马蜂哎，走远一点吧，小心被蛰。你们看，在这个中间还有一棵白树，长在这里，非常的好看啊。这个水，这里还有一个水池，你们看，这个水池中间还有一个猴子吧。这个水啊，你们看，好清澈啊。是用这个水管从其他地方引过来的水啊。这里还有一根钢丝绳，这个钢丝绳呢拉到对面去了，不知道这钢丝绳拉在这里是干什么用的。而且它在这个边上啊，用了很多花盆，种了一些树啊。我们到这个四周看一下，你们看。要是没有这个护栏的话，这里看起来还比较危险呢，有点害怕啊。刚刚我们就是从这个下面走上来的啊。整个房子啊就建在这个山顶之上，这个真的是四面都是悬崖绝壁啊！不知道大爷当时修建这个房子，这些材料到底是怎么搬运上来的啊？真的有点佩服他了。那这个大爷的房子呢，现在呢我们已经参观完毕了。据当地人讲啊，这位大爷呢，在2023年的时候到其他地方去做公益呢，不幸呢已经身亡了。现在呢就只留下了他这座房子。大爷呢一生未娶，也没有子女啊，他用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。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啊，让我们十分的敬佩啊。那这期的视频呢，我们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